我会听底下的节拍器了，但还是有些曲子不太能确定哎。我听到好几个线索，到底哪个线索指的才是对的呢？听音乐拍子入门技巧第4集问题解答 Q&A， 让我们来一起解决问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元仔或是银亚。这系列的影片终于来到第4集啦！看到前几个影片破千的观看数以及频道成长的订阅数，其实觉得很不真实。那对于自己真的能够帮助到些什么，也觉得非常荣幸、非常开心。然后有收到一些支持鼓励的留言，看了心里都会暖暖的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另外也想问大家，之前的练习歌单大家是否有问题呢？我之后会试着在不侵害歌曲版权的状况下制作练习歌单的解答篇。那如果你自己也有在听某首歌，你一直找不到它的拍子，不确定它的音乐拍子到底在哪的，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歌曲的 YT 连结跟我说哦。今天这集也是这系列听音乐拍子入门技巧的最后一集，在掌握了前面3集的观念与技巧之后，最后一集我们用 Q&A 的方式提出几个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答，为这系列的入门篇做统整收尾。那这边我们可能会提到的词都不太会是专业术语，而是承接我们之前提到过的，因此建议大家还是看完前面3集再来看第4集哦。问题1，中间层的线索跟最底层的线索不太一致，我要以哪一个为主呢？只要有最底层的打击鼓组声部，基本上我们都是以打击鼓组声部为主，因为中间层呢是可以拥有非常多的变化的，所以其实我们也常会遇到跟之前提出的理论不一致的情况。问题2，有的音乐只有中间层，例如纯钢琴曲，但最低的音好像不在第一拍诶。没错，如果你在听音乐找拍子时，有感受到这种觉得怪怪的，好像跟之前学的理论不太一致的诡异感，那恭喜你，那就是你的乐感在慢慢培养咯。回到问题上来，我们之前提到，不管是3拍子还是4拍子的音乐，第一拍通常都是强拍。那呈现强拍的方式，通常我们会用重或者是低2种方式来呈现。那既然是通常，就当然会有例外。而且这种例外其实也并非是多罕见的，所以这边我们试着在重与低的概念中，再找出一种辨认万拍的方式。那这种方式呢，其实是很直观的，其实可能是你潜意识里本来就会的，只是我们再把它拉到台面上来讲解，比较清楚。那这边我把它称之为大和弦。在音乐中，突然在一句话里，有一拍的音色变得很丰富，好像所有的乐器突然都出现了，而且还比较大声。那这一拍呢，通常就会是万拍。一样你会注意到我用的字眼还是通常，毕竟音乐千变万化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，所以我们只能用各种辨认正确率相对高的方式来去尝试。只要找到那个丰富强烈的万拍，就可以以它为基准去往前后推敲看看是否协调。问题3，拍子的数法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吗？有正确答案，但并非只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。在讲解这题之前，我们要先提出一个乐句的概念。在乐曲结构中，通常4小节的旋律会构成一句话，也就是所谓的乐句。然后2句话，也就是8小节，会构成一个段落。那在歌曲、舞曲中，它的大区块里，通常会各自拥有1到2个段落，中间可能为了歌曲气氛以及作曲心情，会加上一些变化小节去完整整首作品。这就很像是中国古代的5言绝句以及7言律诗一样，它都有一个规律感，只是它的规律感是用小节来呈现，而不是用字数来呈现的。在第3集的末端，我有对于已经熟练之前技巧的人提出一个小小的练习，就是用正字记号去对于歌曲的主歌、副歌、间奏各自有几小节来去做记录。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试试看呢？这2张是我示范用正字记号去记录2首歌的段落小节数。左边是林忆莲的《至少还有你》，右边则是 Michael Jackson 的《Slave to the Rhythm》。我们先看左边，有4小节的前奏，2个8小节的主歌，1个8小节的副歌，加上一个变化小节，然后再回到8小节主歌、8小节副歌，
4加8小节的间奏，再8个小节的副歌，然后是4个小节的结尾。然后右边的结构就又更规律一些，12小节的前奏，然后接下来主歌、副歌都是8加8小节的结构，间奏则是一个8小节。你会注意到，除了偶尔出现特殊的变化小节，我们把它视为例外，其他大部分都是以4或8小节为单位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句话以及一个段落。所以我们回到问题上来，拍子数法有没有正确的答案？有，但并非是唯一的。我们用之前的小蜜蜂变奏谱来做解释，这边我们是做了2句话一个段落的编曲。原本我们的数法是2、3、4、1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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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3、4。那如果你要往快的倍速去数，把1、2、3、4数成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那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但当你往慢速去数时，就要注意你的腕拍至少要切齐各个段落的第一拍，这样你数出来的拍子才会是协调以及合理的。我们试试看，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问题4，那我怎么知道要数慢速还是快速呢？这系列影片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在唱歌或是跳舞时，更能够去掌握身体、声带、呼吸与音乐之间的律动与协调，并不是为了要实际去听出乐谱上的拍号是什么样子。那个是更细致专业的工程，我们在这边就不探讨了。因此，数慢、数快是取决于自己的舒适度，你不会快到憋气，也不会慢到难以跟随律动，能够适当的去连接舞蹈动作以及你唱歌想要呈现的东西就可以了。问题5，有的歌曲会有好多翻唱变奏版本，它们的拍子都会一样吗？除非是为了某些目的，特地去将3拍子变奏成4拍子，或是4拍子变奏成3拍子。不然基本上大多数都还是会按照原本的拍子，只是去改变伴奏的乐器、节奏以及氛围。因此其实也有一个小撇步，如果你有一首歌一直找不到腕拍在哪里，听不出来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去听听看，去找找看它有没有其他的翻唱、变奏或者是现场演唱的版本。因为这几个版本它通常伴奏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，可能其中某一个版本你就会很容易的能够辨认出腕拍在哪里，那你就把它整首听完之后，再回去原本你不熟悉的版本，也许问题就会解决咯。以上几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以及解答到一些大家心中的疑惑呢？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你有歌曲、舞曲听不出来找不到的，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分享，给我一些支持鼓励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